你怎么来了？不错，成功扭转了局面。但是还是有好多人在骂呀。那就别看了。怎么样，累了吧？嗯。带你去散心啊。去哪儿？去看新港最美的夜景。走。我以前在广华加班到深夜，看到这样的景色，我会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，没有我的容身之所。我明明那么努力，那么优秀，怎么就得不到我想要的呢？是我当时不够强大。后来我有了星辰，我在深夜里也会感慨：哇，我终于可以在这一座城市丛林里有一席之地了。但今天，我又觉得这个城市回到了当初，很陌生的感觉。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，而是因为我变强大了，发现得到了什么，又丢掉了什么。今天打了一场2败俱伤的仗。说实话，我不在意黄薇薇的苦乐，她背叛了我。在他看来，可能我也伤害了他，扯不清了。我唯一难受的是，好像丢掉了什么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看眼前这条路，在上面走着，碰到的人，经历的事，都是你必经的。别人怎么安慰都没有用，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感受，才能走过去。这种事情你一定经历过成千上百次吧？什么感受？就炼成钢了，就铁石心肠了。算不得久炼成钢，只不过是种态度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得有失。说好听点就是等价交换，实际就是赤裸裸的交易。你想要得到什么，就必然要拿一部分去换。看透了，也就习惯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摸摸你。现在开心点了吗？现在很开心。因为你。搞定了。
哟，都帮我点好了，犒劳你的。我可听说啊，现在根本没有科技公司敢聘用那个黄薇薇，韩院给完钱也没打算管他，他算是彻底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啊。他自己选择的，自作自受。没想到季星这么果断，成长飞快啊！我要的东西呢？你猜的没错，韩院和长河早就勾结在一起了，1个多月已经见了3次了，可能是怕引人注意，地址都很隐秘。东一收购朱氏药械的竞价单，也是韩院泄露给长河的。上次董事会后，他就一直在调查东一跟外部的合作关系。他是不是已经猜到你和瀚海的关系了？那你投资瀚海的事儿就瞒不住了。要是季星知道瀚海是你一手扶植起来的，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。总比到时候他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好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交换结婚誓言。秋子，谢谢你，在我人生最艰难、最重要的时刻，都是你陪在我身边。以后，也请让我一直陪着你，我也会和你一起，好好经营我们的家。秋子，余生的每一天，我都爱你。逸晨，从我们在一起的那天开始，我想共度余生的人，就从来都没有变过。2人3餐，是你想要的生活，而我想要的是，每天都能见到你。这就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我们刚刚听到了新郎新娘来自于心底最真诚的声音。我知道，他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很简单，为他们高兴。无非就是客厅里的欢笑，厨房里的烟火，卧室里的拥抱。那么，就让我们衷心的祝福新郎和新娘能够继续将爱情进行到底，将幸福进行到底。有请新郎和新娘交换结婚戒指。掌声和祝福送给他们好吗？刚刚呢，我们见证了新郎新娘最幸福甜蜜的时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幸福的传递。我们请在场的未婚嘉宾来到我们的舞台，来争抢我们新娘手中的幸福之花。来，有请。有请我们的新娘转身，背对着来宾。出去走走。好，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倒计时3秒，预备，3、2、1。这边，恭喜得到！恭喜啊，丽姐姐的捧花啦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就会收获到属于你的幸福和快乐。朋友们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合影环节。有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朋友们，按照顺序和新郎新娘拍一张幸福的照片。走啊！你去。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婚礼这么浪漫呀！光影、气氛、鲜花、音乐，这几样一烘托，情绪自然而然就到位了。我抢到的捧花哎，我怎么看着像是新娘故意扔给你的？那也是我抢到的呀。
捧花得应验它的寓意才有价值。你有想什么样的婚礼啊？教堂婚礼，或者海边婚礼？其实我觉得旅行结婚也挺好的。丽丽，我不会再婚了。我的情况你很清楚的。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很好很好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进入另一段婚姻里了。但我承诺，你想要的其他的一切，都会尽我所能给你。你能给我什么呀？无时无刻的陪伴，还是相濡以沫的一辈子呀？你连结婚证都给不了我，我要你这些承诺有什么用啊？算了，不为难你了，就这样吧。刚才怎么不去抢花？捧花象征爱情和美好。我什么都有了，我干嘛要去抢？你这回答都可以登上教科书了。我真心话。你该不会是觉得我还在难过吧？没有，担心你会触景生情。有句话这样说的：挥别错的人，才能和对的人相逢。所以，我是那个对的人。你觉得呢？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事物，跟你在一起，我的心跳得更愉悦。我就想这样一辈子跟你在一起。你该不会是现在要跟我求婚吧？想什么呢？我可不想我们的求婚纪念日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求啊？如果你想，现在也不是不行。基辛，你愿意坐我的车回家吗？你烦死了！我打车回家。开玩笑的。走不走？单车你坐不坐？我坐3轮。你怎么这么晚回来，还喝那么多酒？丽丽，对不起，之前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，是我没有顾虑你的感受，我向你道歉。是没有顾虑，还是不愿意顾虑？别
生气了，丽莲。你对我真的很重要。你知不知道，每次你因为我难过，我都会比你还难受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虽然我不能给你一个家，但这枚戒指代表我对你的爱。别离开我，好吗？想想，我们分手吧。两个人的关系为什么非要通过婚姻来定义和维护呢？苑总，这个星辰科技可很快就要 A 轮融资了，你不会还打算继续这么放任韩婷吧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很多事情是拦不住的，你急什么？和韩婷这么一个狠角色相处，成天跟走钢丝似的，我能不急吗？周董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就算星辰成功的融资了，韩婷也不可能完成股价翻倍的军令状啊。可是我总觉着啊，韩婷立军令状这个事儿没这么简单。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，那可是信心满满。星辰又是在她立了军令状以后才投资的。你说，她会不会在回国之前就有什么其他布局啊？岳总，周总，我听说东一的前产品部总监杨琼被外派到东阳基地以后，一直心怀不满。他觉得被罗平顶替位置是小韩总在排除异己。我想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他打听一下，说不定会得到很多咱们不知道的信息。那就从杨琼下手。明白。韩总，坐。你说，找我什么事？韩总，先锋项目的事儿是我手下个人的申报，我真不知道能挤掉星辰的名额，实在抱歉。找我就为了这件事啊？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。那我自然是相信韩总的。瀚海跟星辰是竞争关系，就算陈总你亲自拿走名额，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。我这不是怕季总误会吗？你在怕什么？以您跟季总的关系，我这不是怕得罪日后的老板娘吗？韩总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感叹一下，你一个这么追求技术梦想的人，也会被人轻视过，搞得瞻前顾后的。喝茶。好。韩总，我听说星辰开始有 A 轮融资的打算了。是。韩总，您别怪我啰嗦啊。星辰和瀚海的竞争，先锋项目的名额只是个开始。我担心，
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事发生。您和瀚海的关系不方便对外公布，季总又是您的女朋友，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，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。你之前提过，将瀚海和星辰合并。如果继续执行这个计划，你意下如何？那太好了。不过并不是吞并，是有机融合，既保留瀚海的全面性，也要保留星辰的创新性。你考虑一下，再给我答复。不用考虑了，没问题。我回去马上给你做合并方案，到时候给你答复。嗯，好。那我现在去办。欣姐，你看到了吗？先锋项目被瀚海截胡了。一晨跟我说了。不是，先锋项目咱不是已经过审了吗？坐。虽然是过审了，但是在申报的最后一刻，瀚海也提报了，并且得到了这个名额。那咱们还有机会再争取一下吗？不是，他们把咱刷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呀？哎呀，瀚海的名气比我们大，这也是正常的事情。那一开始这一把名额给他们不就完了吗？还公开招募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这先锋项目不是为了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吗？换个角度想，这样是不是也证明我们星辰越来越厉害了？瀚海都把我们当竞争对手了。见。季总，同科的常总来了，我让他在会议室等您了。嗯，好。欣姐，常和来干嘛？见了就知道。我先过去了。好。季总，突然造访不会妨碍你工作吧？没有，常总来蓬荜生辉。谈正事之前呢，我得先给你赔个不是。上一次在饭局上见到你和韩总，我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韩总酒精过敏。你要不说我都快忘了。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季总，这次我来星辰，我的目的你看清楚吧？星辰的 A 轮融资，我们同科会有机会吗？你当我是想投资星辰挣钱也好，当我是为了同科想拓展新的制造模式寻求合作也好，终究是为了发展，也是互利共赢，是吧？常总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星辰每一个重大的决定都会受到韩总的监管。没事啊，我投资星辰，不是想把东西踢开，我不介意跟他成为合作方。而且我以为你和韩总会把事业跟感情分开的。我和东一竞争，我投资星辰，这是两码事儿。作为商人呢，摆在第一位的永远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。说点难听的，感情这种事儿很容易变的。我认识很多女商人，为了感情牺牲了利益，到头来却伤害了自己。不过呢，也有很多女商人可以把两者协调得很好。你应该清楚。我明白。我当然也想利益最大化，只不过不管是韩总还是其他投资人，说不定他们能给我的利益比同科高呢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最后也跟同科合作了，也说不定。哎呀，买卖得慢慢谈。
你要说其他的投资人比我有竞争力，我信。韩婷，我给你融资是股权分散，星辰还姓季；他给你融资是股权集中，星辰改姓韩。实话说，我认为现在最适合星辰 A 轮融资的，是中立的第三方。行，那咱们找机会再详谈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希望季总能够认真的考虑一下，看究竟是我们童哥给的条件好，还是其他人给的条件好。好。丽姐，找我有事儿啊？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看个电影。怎么突然想找我看电影了？我听说最近新上了个喜剧片，特别好。我想，你看完以后心情应该会好一点。我请你看吧。行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下班见。您好。找一下你们曾总。啊，好，请跟我来。曾总，您有客人，请进。哎呀，你这景色可真美啊！常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可是东阳大厦。第一次来你这儿，你也不请我坐，哎。嗨，我这儿不就是你的地盘吗？我哪敢啊！刚才给你发信息也不回，我就只好亲自来拜访了。刚才处理一份合同，没看手机。这是我让人给你选了几个办公地点，你选好了告诉我，不满意的话，我接着给你找。你想让我从这儿搬走？凭什么？我这口气还没出呢。出气的事交给我，我刚从星辰科技出来。星辰？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找季星啊，和他聊A轮融资的事儿。这就是你替我出气的方式啊？不满意啊？除非季星和韩婷闹翻脸，否则季星不会答应的。万事没有绝对，想要成事儿，办法总是能够找到的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丽姐，咖啡没好了。我临时有点事儿，抱歉啊。电影我们下次看。是萧一萧吗？这位先生喝醉了，
因为他是我们老板的朋友，我们也不敢动他。您是他手机里的紧急联系人，我们只好找您了。谢谢啊，知道了。潇潇，潇潇，醒一醒！你来了。我送你回去。去哪儿？你家，还是我家？潇潇，你既然给不了我想要的，就不要再互相纠缠了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那你还来干什么？丽丽，我们和好吧。好啊，真的。明天跟我去领证。代驾我给你叫好了，你自己快回去吧。昨天麻烦你了。没什么，只是帮你叫个代驾而已。这些都是你送我的礼物，物归原主。我先回去了。我们之间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吗？还真有一句。消一消，下次喝醉酒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爷爷，你小子有多长时间没找家了？你还知道你有这个爷爷呀？最近工作忙，这几天啊，我跟你姑奶奶都在玫瑰园，有时间回来吃个饭，聊聊天。爷爷，我想带一个人回去吃饭。季星，对，我跟他在一起了，想说带他正式跟您见个面。好啊，爷爷，您可别吓着他。行，我先挂了啊。嗯。怎么了？兴致不高？之前我们申报了先锋项目，青港的专家和领导也都认可了。前不久通知被刷下去了，顶替我们的是瀚海。会有更好的机会的。我明白，瀚海更具规模，也更成熟。只是我觉得现在就要和瀚海直面竞争，星辰起步晚，现在各方面都还比不上瀚海。别担心，产品和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根基，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业务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更何况，现在有我在你身后，什么都不要多想。加油，季总。
星辰和瀚海的竞争，先锋项目的名额只是个开始。我担心，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事发生。您和瀚海的关系不方便对外公布，季总又是您的女朋友，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，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。这是哪儿啊？爷爷家，约好了，一起吃个饭。见董事长，你怎么不提前说呀？我都没准备，我应该换一身衣服。我这……你平常的样子就很美。哎呦，可是我想留个好印象。放心吧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这个和你之前送我的星星项链是一对儿配套的。我现在戴上。好。来。慢点。好看吗？我已经见过你的父母了，现在我带你去见我爷爷。我会好好表现的，放心吧。不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是见过彼此家长的关系了，所以你不能反悔。以后，无论遇到任何事，都不能反悔。不知道谁先反悔。走。走。姑奶奶。哎，来啦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就是季星啊？本人比照片还漂亮。好了啊，您别吓着她。吓你啊！您是陆林家的妈妈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好聪明啊！我总听小萌老师说，他的好朋友季星的，今天终于见着人了。小萌也老跟我提起您，是吗？哎，他说我什么了？他说您唱歌好听，还说您煲的汤也特别好喝。唱歌好听真不敢当，但是我的汤煲的真好。改天呢，找机会你跟小萌老师一起去我家，我给你煲汤喝。好呀。哎，走，进来，大家等着你呢。哎，在屋里。来，这茶很香。来啦！啊，你就是季星吧？啊。介绍一下。这是我堂姐，这是我伯母，伯父在国外出差。阿姨好，袁总好。哎呦，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。啊，我第一次来给您带一点点小礼物。哎呦，谢谢，客气的。你给我，来，快坐下，在这站着干啥？坐，快坐下。小韩总，老爷子让您过去一下。去吧，放心，这儿有我。我们几个女的聊聊天去。哎，站着干嘛呀？你招呼人坐呀。先坐啊，坐。喝点茶吧。好。谢谢。凤凰单葱今年的产量特别少。就这些还是曾迪前一段时间拿过来的呢。我就不喝了，这个单葱喝多了对胃不好，我最近胃不舒服。这个茶很香，曾总真是有品味。哎，对了，季星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川城人，我妈妈在社区工作，我爸是个体户。你是川城人啊，怪不得呢。我说这孩子皮肤怎么这么好？
哎呀，那你个女孩子家孤零零的飘在新港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幸好遇到了我们小婷。啊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小婷遇到星星也是她的福气。哎呀，几点了这？哎呀，到饭点了，咱不喝茶了，咱下去吃饭，边吃边聊。嗯，走。啊，去吧。你俩快点下来啊！哎，这。哎呦，好瘦啊，多吃点儿。这好。星星，你坐这儿挨着我，别紧张。哎，你看看啊，想吃什么就跟我说，我给你转过来。谢谢阿姨。怎么能叫阿姨呢？叫得这么生分。再说了，小婷叫我叫姑奶奶，你叫我叫阿姨，辈分不乱了。你就跟小婷一样，叫我叫姑奶奶。姑奶奶。星星，爷爷，这是我女朋友七星。董事长好。你好。坐吧。坐呀。来吧，吃饭吧。听说你跟韩婷是大学同学啊？啊。那这都10年了，他这一回国就投了你，看来是对你念念不忘啊。苑总，您忘了，您比韩婷更早跟我聊投资。我跟她要不是多年的老同学，说不定我现在都在东科麾下了。对啊，这么说我还算抢了姐的人，姐不会介意吧？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？一家人，都一样。其实那个时候，苑总给我的条件很好，我都心动了。但是，韩婷的理念跟星辰比较契合，我回去跟合伙人商量了以后，选择了东一。现在看来殊途同归，东一和东科都是东洋集团的公司，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为了咱们集团在工作。现在市场上做3D 医疗打印最成功的就是瀚海了。七星啊，在你的规划里，要有多久才能够赶上或者超过瀚海啊？产品和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根基，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业务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实不相瞒，董事长，我认为星辰在短时间之内超不过瀚海，或者说，超过瀚海不在我未来的规划里。愿闻其详。瀚海比我们要早起步5年，现在已经颇具规模。与其跟他们去比广度，那我更想专注深耕骨骼领域，把这个做好做精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。哎呀，家宴，又聊到工作了，吃饭吧，哥。好了，吃饭。星星，吃块牛肉，谢谢。多吃点。小婷回国以后呢，工作特别忙，所以这儿呢，她不常回来。你俩在一起，他有没有欺负过你啊？没有，他对我很好。哦，那看得出来，
他对你是很用心了。小婷小的时候啊，是很活泼、很爱笑的这么一个孩子。后来呢，是因为他的父母出事儿以后，他就变得越来越内敛了，总是一个人孤单单的。尤其是去了德国以后呢，他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冰坨子了，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什么事儿呢也不跟家里说，什么苦呢也都自己一个人扛着。哎，你慢点儿。我之前也问过他在德国的一些事儿，他总是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，可能是不想让大家为他担心吧。所以说这个孩子独立懂事儿嘛，懂事儿的呢，都让人心疼。不过我发现呢，小婷自从跟你在一起以后，她变了，变得又爱说，又爱笑，也知道心疼人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替你们高兴。谢谢姑奶奶。欣欣，爷爷找你。您的字儿真好看。这个亭子是我给他起的，寓意是布政司令接受朝见。大气。你父母给你起这个“星”字，是什么含义啊？他们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眼睛就大大的，一闪一闪亮晶晶的，像星星一样，就起了这个名字。看来啊，你们两个这名字呀，相去甚远啊。